好的，认真攻略，从不漏球。大家好，我是琉璃啊。我们这一期视频是 PTR 存招死灵的一个玩法演示跟构筑分享。那么在开始之前，先说一下，我们目前演示的这一套存招是我用来开荒的啊，在我目前捏的存招 BD 里算是比较弱的一个。但它有一个好处，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如果你要玩 PTR， 那么你上手就能直接抄这一套直接玩了啊，跟我的差异最多也就是一个亵渎天性的戒指，其他就没有区别了。然后它的强度呢也是比较不错的啊，打个100层什么的还是非常轻松的。我们接下来先来看看实战环节的表现啊，这边我是开了个100层的炼狱啊，这边噩梦地下城的难度呢，在目前这个版本是被暴雪调低了的啊，具体的情况就是，我想想咋说啊，就是它的词缀现在只有1条了，就原来噩梦地下城会有好几个比较强力的词缀，但现在被改成只有1条了啊，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增益，我们打的就会更加的轻松。然后呢，存招这边主要的变化，哎呦，别吃炮火了啊！就存招这边在这个版本主要的变化就是召唤物现在比之前猛了很多，因为一个装备词条的改动，然后再加上一些别的，比如说词缀还有威能的强化啊，这边打的就比较舒服了。就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100层基本就一路逛过来的。哎，待会儿看到塔我不吃了，吃塔是演示不出来强度的。你看我们这边吃了个炮火，打的就太快了，不太好。啊，然后看一下是不是还有一只没打死？哎，炮火没了啊！这边就给各位看一下存招目前的表现。然后后面你换孟德恩了，或者是换一些别的东西了，就比如说走荆棘或者走孟德恩，强度应该都是比目前我用的这一套要高的啊。我现在用的这一套就是一个纯粹的暴击流的宠物，在伤害层面应该是比较低的，但它的好处就是非常的安逸啊，召唤物也硬，你的本身的经验也还可以。你像我现在是3万2的血，毕业的话应该有4到5万的血吧啊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继续往前走，就主要是召唤物继承很多点全部继承完之后，现在确实又硬又能打了，再加上一个精通的改版吧，一会儿我会在构筑环节详细的说一下啊。哎呦我靠，又被堵住了。这边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，毕竟是个100层，我装备也没怎么搞，然后血雾乱冲还是会死的啊。我们自己是没有那么硬的，硬的话你要上溶解之心，这一套后面是能上溶解的，但我没有刷出来啊。摘了是正常的，还是要演示一下你会怎么死，好吧？就刚才又没有扔诅咒，也没有按其他的技能在乱走，死掉是正常的啊。继续往前跑。就存招这个玩法本身，它现在还是打不太快的。虽然你看我们现在打怪的速度很快了，但我们的本体还是比较羸弱的，因为少掉了牺牲的增伤嘛。啊，少掉了牺牲那一堆减伤，就导致我们如果乱闯啊，你看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地方，你就容易死掉。但如果你要稍微走得慢一点啊，比如说你有的技能不按啊，你让你的召唤物这么一路平推过去啊，那你就不会死了。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就是你看我们死就是这样子，你一个血雾啊冲到怪堆里去了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召唤物没跟上来，你就会死掉。因为召唤物现在还是老样子，他们不会特别积极的往前走路，他们会比较积极的围绕着你。但是如果有怪打啊，你给怪挂了诅咒，他们就会积极的去打怪了。这是现在召唤物的情况。就你看，如果我这么走到这个位置啊，傀儡还有我的骷髅是会积极的走到前面去的，但是呢，如果他们有怪给他打，那他们就会优先打怪，不会跟着你走啊。你看这边有怪啊，他们就会回头去打怪了。这召唤物目前的 AI 啊，就如果你追求的是不怎么操作，走得慢，那存招是 OK 的。而且我们现在展示的还是比较弱的一套，高级一点的那一套后面，等我刷齐装备再展示吧啊。你看这边打个100层 boss 啊，几秒就打死了。然后大概这就是整体的实战的演示啊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装备怎么配啊，先说一下词缀方面的最大加强。你如果看了我上期视频，你就会知道存招的这几个精通非常的强力，但是呢，存招的这个精通它是在装备上是没有词条的，但现在暴雪改了，装备上你现在可以出存招的词条了啊。你看我们8级的骷髅法师精通，骷髅法师加了160的独立增伤，
然后加了7级的傀儡精通，傀儡的伤害跟生命提高了175，对吧？那这样子我们的纯招的强度自然就上来了啊。然后接下来简单说一下威能怎么配啊。我们现在威能是这样子的，头部这边选的是一个硬化白骨，然后呢主要是要一个冷却缩减啊，缩短我们大招的冷却。这个硬化白骨威能现在是随从跟我们都能吃到减伤了啊。然后衣服这里我选的是主宰啊，主宰你放衣服放裤子都是可以的。裤子这边呢放的是血雾啊，就是血雾状态消耗尸体跟减 CD 啊。血雾本身是有一个每秒留下王骸的效果的啊，所以它刷 CD 的效果也比较高。然后手套这边选择的是魁梧，就傀儡攻击的时候给我们刷 CD 啊。然后最后鞋子这边选秘术统御了，它会直接加我们骷髅的战士跟骷髅的法师的词缀。我们装备都是没有升级的，我这边搞的就是一套最烂的装备啊。装备这边说一下，每个装备在这个版本是能升级12次的，我们这一身所有的装备都是没有升级的啊，只有这一个项链点了一下，因为我找不到别的项链了，我有几个升级的装备也被我拖下来了啊。然后武器这边选择是步驱指挥官，然后副手这边选的是控师，项链选的是狂乱王者啊。像这个召唤物攻击敌人获得攻速这两个你可以自由的切换啊，你可以把项链这里打个控师，或者打一个步驱指挥官都可以啊。然后最后这边的戒指呢是给孟德恩戒指做留作储备的，带了个血脉掌握，你可以把它换掉。最后一个亵渎天性啊，亵渎天性这个戒指就是刚打瓦尔森掉的。然后整体装备词缀就是多搞自己的血，然后呢搞点暴击搞点攻速，剩下就是搞骷髅精通了啊。傀儡精通和骷髅法师精通都是可以的，或者你也可以搞一个骷髅战士的精通啊。我们精通等级你可以在衣服、胸甲、手套、裤子跟鞋子这5个地方出啊，这5个地方都是能出精通的。你可以去纯堆骷髅法师，你所有地方都出骷髅法师的精通，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啊，又点骷髅法师又堆这个傀儡的精通啊，像我这边都是可以的。爆伤是吃得到的，但爆伤的收益没有别的高啊，没有攻速没有暴击这些的收益来的高。然后技能王者之书这边吧，骷髅战士肯定是会选夺魂者的啊。夺魂者这边就是它这边的中文翻译有问题，它实际效果是它释放那个回旋斩的时候会刷我们技能的冷却啊。然后骷髅法师这边按你自己喜好，我现在选的是骷髅法师放暗影剑啊，你选前面这个也是可以的。然后傀儡这边啊，我选了钢铁傀儡，打更高的 AOE。你如果觉得自己脆，你换鲜血的，或者换白骨去嘲讽敌人都可以啊。然后就反正这边的装备威能什么的嘛，待会儿我会更新到暗黑河那边，我到时候把它直接解放出来就好了。然后技能这边的话呢，各位简单也看一下，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就血雾加满啊，然后多点被动啊，骷髅这个精通的被动，这边是一个回蓝的被动，不点也可以啊。像这边什么加移速的被动，骷髅法师对吧，伤害增效，什么死亡之拥啊。再往下的话就是点一个卷须来挂异伤，然后点个死躯甲壳，这个呢是配合我们大招或者其他技能来给我们强固的。然后下面这边就是被动能点多少点多少，就注意是这个惊魂纽带，我建议点一个就好了。原因也很简单，我们现在的骷髅们实在太肉了啊，哪怕你一点都不点也是 OK 的啊。我这边就是点一点意思意思啊。然后最后这边点一个卡兰的法令，也没什么好点的了。然后巅峰这边的话还是跟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啊，是点满了邪性领袖跟魁梧躯体这2个盘啊，尤其是魁梧躯体这个盘点高了，我傀儡刚才你们也看到了，拍一巴掌有个300-400万啊，伤害也是非常高的。然后最后这边说一下肉食者这一个传奇节点，现在骷髅也能100%的继承了。就原来我们的仆从继承这个节点只有30%，只有12%左右的独立增伤，但现在是有100%了，它能继承40%的属性了啊，所以就强度比较高。然后雕纹这边的话选的是傀儡、复仇、战士、控制、死尸附身还有法师啊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这一套 BD 待会儿也会更新到暗黑河。装备词条的话呢，反正他那边没有更新，我这边没法说。你反正记住就是尽量多堆自己的坚韧啊，就堆生命值，然后堆一堆什么傀儡的精通，然后项链跟头盔搞一搞冷却啊，就 OK 了。大概就是这样啊。那么以上就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啊。我现在先去写暗黑河的BD 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待会儿再见啊，各位。